蓝忘机说在房里晨读，就一直在房里晨读，这人也是有些怪。再等他却又不对他说，也不怕魏无羡醒来后直接出门，那岂不是得在屋里不吃不喝等上一整天？魏无羡平时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睡觉、吃饭、出门喝酒，再回来睡觉。不过现在恐怕还真要如江澄所说，得管管了。魏无羡叫上他：“蓝湛，跟我去吃饭了。”蓝忘机道：“好。”蓝忘机表现得很平静，倒让魏无羡不好提那碗醒酒汤了，提了反倒觉得自己太重视了。既然说不了道谢的话，便用行动表示吧。接着这顿午饭就在江厌离的微笑、江澄抽动的眉毛、魏无羡热情地给蓝忘机夹菜，以及蓝忘机的眸光闪动中结束了。魏无羡实在热情的有些诡异，江澄总觉得他是想对蓝忘机干些坏事，以魏无羡的前科无事献殷勤，完全有可能，不禁为蓝忘机捏了把汗。不过江澄很多事要忙，饭后离开前用眼神跟魏无羡示意：“注意些，别太乱来。”魏无羡无视了他，带着蓝忘机到莲花坞里转。天气很好，阳光照得他微微眯了眼，道：“蓝湛，难得来云梦做客，你有没有想做的事？”蓝忘机并不回答，眼神看向一旁的小莲塘里。莲花坞里的莲是种来装饰用的，面积不大，但是茂盛，圆圆的荷叶挤在水面上，层层叠叠，几乎看不到明亮的水光。魏无羡才想起来，已经是摘莲蓬的好季节了呀。以前的魏无羡最是喜欢这个季节，还没入夏就已经选好了船，时间一到便闹着要出去摘莲蓬。只是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再去过了。不是不喜欢，莲子清甜，入口还是他最喜欢的味道，但经过了那么多变故，他已经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获得以前的那种快乐了。忽然他心下一动：“蓝湛，要不我带你去摘莲蓬吧？我以前说过，等你来云梦了，我会带你去摘莲蓬的嘛。不过好多年前了，你该是不记得了。”风吹叶动，玉兰淡淡的花香拂面，少年轻佻的笑声显得尤为不正经。不管蓝忘机怎么拒绝，他都可以自顾自说自己想要继续的话题。他笑嘻嘻的道：“蓝湛，你摘过莲蓬没有？”蓝忘机的思绪飘远了一瞬，魏无羡就当他是默认了，走在前方带路，声音有些兴奋的起伏：“走走走，摘莲蓬去。”蓝忘机走在他身后，非常轻的道了声：“记得。”出了莲花坞，云梦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一路上与魏无羡打招呼的人很多，没什么百姓与仙家的距离感。蓝忘机走过这里很多次，与姑苏人的吴侬软语、柔声细气不同，这里的叫卖声和金灿灿的阳光一样，都有着别样热情的温度。魏无羡带他去到码头，找了艘以2个人来说绝对太大了的船，他与船夫打了声招呼，便去拿奖。刚动手拿了一个，蓝忘机却手快地拿走了另一个。魏无羡伸手过去，示意蓝忘机把奖给他，道：“蓝湛，你不会的吧？我来划。”蓝忘机道：“你如何知道我不会？”魏无羡道：“你会也不可能有我划得好，我可是云梦人。”蓝忘机并没有把奖交给他的意思，只道：“我可以。”这态度是要跟他比了。魏无羡自小就在水边混大的，先别说蓝忘机是住在山上的，就姑苏那种小河小道，功夫好一点的人用力一蹬就跳过去了，划什么船？蓝忘机的划船技术怎可能跟他相提并论？竟然敢小瞧他，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谁来划船的问题了，这是赌上了云梦男儿的船技自尊。魏无羡当然不能输，两人都不愿意把奖交出来。船家已经帮他们把附近的水路空出来了，以便他们出发。这会完全看不懂云梦江氏的魏公子和他带来的那个十分俊俏的白衣公子各自拿着奖在对峙什么？怎地还有些他和他媳妇经常无聊的争斗，谁输谁今晚洗碗的那点意思？船家出声打断他们：“魏公子，船还走不走？”他们一直在这挡路也不是办法。魏无羡把桨一握，脚尖点的便跳上了船，对蓝忘机道：“也行，我们一人一半。”蓝忘机也不多话，跳到他身后的位置就坐下了。之后决定魏无羡坐在前边往右，蓝忘机坐在后边往左，两人一起划，谁也不认输。两人一起划不是不可以，但其实两人一起划更需要技术，而且需要配合。这俩都是第一次和别人一起划，能有什么配合？那里，蓝湛，哎，蓝湛，你太快了，慢点。蓝湛，你太用力了，不行，哎。
轻点！魏无羡不停地嚷嚷，若只用听的，还以为他们在干什么不可描述的惊险事呢。那船只打转，划了老久，他们也没走出多远。魏无羡无奈道：“蓝湛，我们得有点配合呀。”他在前面看不到蓝忘机怎么划，他便起身坐到了蓝忘机的身边去。幸好船是够大的，他们两人平排坐有些挤，但也还坐得下。蓝忘机微微一愣，魏无羡把桨插回水里，道：“这样划吧，我们互相看着些。”蓝忘机点了点头，道：“好。”他们开始配合彼此的动作，长衣广袖在晃动中重叠，肩与肩轻轻挨着彼此磨蹭。魏无羡喊着口号：“蓝湛，跟着我，121 121！”他们很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旁边飘过一些采莲船，看着他们两个如此俊美的男子在干这么傻的事，悦耳的笑声嘻嘻哈哈。有和魏无羡比较熟的采莲女对着他边笑边喊：“魏公子，你在干嘛呀？转圈圈好玩是吧？”魏无羡想，是啊，他在干嘛？他和蓝忘机都多大的人了，还在这里干这么幼稚的事，这可是蓝忘机，合适吗？他想象了一下蓝忘机面无表情的划着桨在船上打转的画面，忽然抬眼看过去，见到蓝忘机闪烁的浅浅眸光，似乎很是不知所措，他就大笑了出来，哈哈哈！蓝湛，刚才你和我抢船桨的时候，我还挺生气的，但你怎么总有办法能让我这么开心啊？哈哈哈哈！魏无羡是觉得真的很神奇，蓝忘机经常说些不中听的话惹他生气，但过了一阵子他就忘了，总会继续去招惹蓝忘机，随便撩拨几句他就开心，这回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他笑道：“但我划得更好，你得承认，奖给我吧。”这也是事实，不过蓝忘机顿了一会，魏婴得摘莲蓬。也是了，他们就2个人，当然一个划船一个摘莲蓬了。蓝忘机是姑苏人，都没摘过，肯定不会挑。啊，也对，我可会选了，保证每一个都甜。他干脆的把奖给了蓝忘机，笑道：“好，今天韩光俊肯定会有口福的。”魏无羡指挥蓝忘机划到附近的莲塘，折起袖子，兴致勃勃地摘了一堆，船上立刻就铺起了一片绿色。蓝忘机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要租这么大的一艘船了，按照他这么狂野的方式，小船根本不够放的。魏无羡摘够了，剥了一个抛到嘴里，然后道：“甜。”他把那一个递给蓝忘机，蓝忘机慢悠悠的也剥了一个放到嘴里，同意的点点头。魏无羡自己又拿了一个剥起来，道：“不过要说莲蓬种的好，还得是在过去些。那个老头家的莲子可清甜了。以前他和江城带着3、4、5、6师弟，经常偷偷摸摸去偷那老头的莲蓬，被发现了就跑。那老头养了只小水鬼给他划船，追得可快了，被追上了。那几个没义气的都是躲在魏无羡后面，魏无羡因此挨过那暴躁老头的不少船桨板子。不过就算这样，那里的莲子也还是最清甜，最吸引他们挨打了喊，偷到了笑，乐此不疲。从前的笑声渐渐飘来，又渐渐飘远，听得蓝忘机问道：“要去吗？”魏无羡唇边的笑容一僵，道：“不了，太远了。”蓝忘机没有多话，魏无羡随意再吃了几个，指着别处道：“去那边把蓝湛。”小船悠悠前行，在水面上划出痕迹，圈圈涟漪荡向两侧，层层叠叠的荷叶随之而动，景色宜人。魏无羡迎着微风，伸手摘了几个往船上丢。蓝忘机道：“如此说来，这些莲塘都有主人。”难怪蓝忘机一个都不摘。雅正端方韩光俊怎么可能不问自取？魏无羡随口道：“有主人也没事，我们都是先摘了，然后江丰棉会派人去主人家结账的。”话到一半，魏无羡就顿住了，这里满满的都是以前的回忆，所以他才那么久都没有出过船了。他啧了一声，才道：“有主也没关系，这里谁都认识我，主人找来就去莲花坞结账就行了。”蓝忘机闻言，便也伸手摘了几个，整整齐齐地摆在船上。魏无羡笑道：“对，就是这样。韩光俊总要入乡随俗的嘛。”一会后，蓝忘机道：“魏婴很久没出来摘了。”魏无羡道：“想吃莲子，在云梦到处都能买到。江城现在很忙，哪有时间？以前我们总是一起出来的，摘莲蓬、游泳、打闹。现在他身份也不一样了，江宗主哪还能脱光了跳到水里去？”蓝忘机拧眉道：“脱光了？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欢迎在视频下留言，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